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4月14日，中国简报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这是今天的独家见解。独家分析：欧洲大陆企图摆脱英美的控制，欧盟经济实力超越了美国。法国是一个浪漫之国，不能不说，马克龙是一位浪漫之人。16岁时，马克龙对他的中学老师一见钟情，他坠入情网而一诺千金。30岁时，真的迎娶了这位3个孩子、7个孙辈的情人。他时年已54岁。这就是马克龙在政治上大红大紫之前，坊间芸芸众生对他有些印象的原因。1977年，马克龙生于法国亚眠的一个中产家庭。从法国最优异的院校毕业以后，他以银行家为职业做起点，后来弃商从政。马克龙的政治立场中间偏右，力挺欧盟，敦促法国通过改革回归强大。2017年，他39岁当选为最年轻的法国总统。去年，他又连选连任。先说说历史，便于读者理解马克龙。从16到18世纪，英法两霸一直在欧洲乃至世界争雄。而经过法国大革命，至19世纪，法国失去了在欧陆的优势，任由英伦独领风骚。在欧洲陆权与海权争雄的200年中，尽管有拿破仑、俾斯麦、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多次博弈，而昂撒英美的宝座始终岿然不动。二战后，美国成为西方盟主，构建了北约。当初，法国总统戴高乐就不许美军驻兵法国，以示独立。后来，苏东的崩解，德国的重新统一，欧洲大陆企图摆脱英美的控制，欧陆作为一体雄视天下的夙愿终于抬头。这表现在以德法为核心的欧盟由小变大，被一代代的政治家们苦心经营。苏联解体后，俄国曾向美国示好，但不被搭理，于是转向欧陆，以抱团取暖。此举得到德国，尤其是当时主政的默克尔的积极回应。于是乎，以德国为首的欧盟供应资金和技术，俄国交换能源和矿产，欧陆作为整体互通有无，日子过得相当惬意。欧盟这个实体在经济实力上其实已超越了美国。马克龙为何在此时对习近平示好？系列之一，中国简报专稿。本文作者马雅，著有马红传。学生们对禁止 TikTok 的看法。纽约时报，一项针对美国青少年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人反对禁止使用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TikTok。由于担心其提取的数据及其对年轻人的影响，该应用程序由 ByteDance 拥有，引起了立法者的争议。然而，许多受访者认为数据泄露在许多应用程序中很常见，而禁令会违反第一修正案。该应用程序也被青少年认为是有趣的，并且对其利润丰厚的创作者社区很有用。结果来自一系列学校，包括韩国和哥伦比亚的学校。然而，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支持禁令，理由是国家安全问题和该应用程序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绕过应用程序控件的难易程度也是一些人担心的问题。TikTok 的批评者声称，它是中国在美国的宣传来源。该应用程序的支持者认为，创作者可以使用它来传播信息和教育内容。习近平号召广东推进大湾区建设。南华早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广东省帮助大湾区计划取得成功，敦促该省利用其科技和制造业来促进该地区的增长。大湾区计划提供了一个平台，连接香港、澳门和广东的9个城市，以创建具有独特优势的区域，包括经济、地理和环境区位，并在一个国家2个系统政策下促进经济一体化。习近平敦促广东重点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工业可持续发展，鼓励在政策下进行改革，以帮助中国走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此外，他呼吁教育和培训在当地发展科学技术，为经济独立奠定基础。马克龙之行后，法国公司将在香港和大湾区扩张。
南华早报，法国公司正准备扩大在香港的业务，以把握大湾区周边的商机。法国欧洲和外交部长的顾问杰拉尔·德沃尔夫表示，法国公司对进入这一领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座城市可以成为法国公司在大湾区建立滩头阵地的良好跳板。大湾区是2019年2月创建的经济区，涵盖中国大陆南部广东省的9个城市、澳门和香港。大湾区拥有8700万人口，占中国年出口额的 35% 左右，占 GDP 的 11% 左右。从回收公司到基础设施供应商，从食品生产商到金融服务供应商，沃尔夫相信法国公司在香港看到了机遇。香港需要激励措施与新加坡、百慕大竞争保险中心地位。南华早报，根据香港保险业联会的建议，香港保险业应效仿新加坡，为国际公司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提供更多激励。香港去年仅吸引全球保费的 1.2%， 排名第16位。新加坡没有出现在 HKFI 引用的报告中。这个城市是世界第2大国内保险市场，有很多当地人购买保险产品，但它难以吸引海外公司满足海事、台风和其他特殊保险需求。出于税收原因，香港12家最大的保险公司，包括 AIA、AXA 和 FWD 都在百慕大注册成立。HKFI 建议，如果有快速通道机制，保险公司可以考虑在香港签册。美国、英国、欧盟官员会见金融公司就逃避俄罗斯制裁一事。路透社，美国、欧洲和英国的高级官员上周与金融机构会面，讨论俄罗斯为逃避西方对其入侵乌克兰实施的制裁所做的努力。这次会议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的间隙举行的。美国高级情报官员在会上分享了有关俄罗斯如何利用其 GRU 军事情报机构和联邦安全局试图逃避制裁和出口管制的信息。美国财政部最高制裁官员副国务卿布莱恩·纳尔逊将于下周前往瑞士，讨论采取进一步行动打击逃避制裁，并在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进行更多停留。美国及其盟国和瑞士正在加大制裁力度，严厉打击任何逃避制裁的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苏里南当局密切合作，寻求在中国谈判中取得进展。路透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正在努力重启苏里南的7亿美元融资计划，该计划在1年多前第一次审查获得批准后陷入停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半球代理主任奈吉尔·乔克表示，与苏里南的双边债权人打交道一直很困难，强调与中国的债务重组谈判需要取得进展。乔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基本上是在他们基本上不向中国偿还债务并且最终会重组的基础上推进该计划的。他说，当局正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讨论，以使该计划重回正轨。中国经济封锁风险，台湾准备应对。彭博社，据台湾副外长表示，台湾正在讨论应对中国可能实施的经济封锁的战略，这表明台湾正在转向经济战，而不是直接的军事攻击。中国将台湾视为其领土和首要任务。过去几年紧张局势加剧，北京和华盛顿在从人权到技术的所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瞧，拜登总统一再承诺要在台湾受到攻击时保卫台湾。目前规划处于启动阶段。台湾最近储备关键商品和矿产的努力以及新立法表明优先考虑能够应对封锁。此外，台湾副外长还表示，无论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或10个月后的美国大选结果如何，他预计美台关系都将保持不变，因为与美国保持长期、稳固和团结的伙伴关系对台湾来说仍然至关重要。台湾推特员工裁员让俄罗斯网络喷子不受控制。英国广播公司，根据 BBC 的一项调查，推特在取消社交媒体巨头的信息运营团队后，被俄罗斯和中国的宣传输出所淹没。该团队的目标是对抗包括中国、伊朗和俄罗斯在内的国家旨在影响民主制度和公众舆论的中央协调运动。在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于2021年购买了成功的电讯服务公司 Compound 10%的股份后，该团队进行了缩减，并将 Twitter 的重点重新放在工程增长上，而不是防止外国操纵。专家警告说，该平台的肉眼系统几乎无法跟上巨魔流量的速度，而经验丰富的评论员则警告说，民主受到的破坏越来越大，面对虚假内容的涌入，很难识别出真正的国内声音。波兰总理在马克龙访华后抨击欧洲对华开放短视。
南华早报。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指责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欧洲国家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是错误的。莫拉维茨基说，这些国家指望中国以巨大的地缘政治成本向中国出售更多欧盟产品，使我们更加依赖中国，而不是减少。他补充说，乌克兰可能会遭受这种依赖的后果，并警告说一些欧洲国家正试图对中国犯与俄罗斯犯过的同样错误，这是一个戏剧性的错误。美国、英国和除匈牙利以外的东欧国家，他批评西欧依赖俄罗斯廉价能源，对华高利润贸易和东欧低成本劳动力的权宜之计。朝鲜周四测试了新的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朝中射。路透社。朝鲜声称它已经测试了一种新型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 ICBM， 旨在增强该国的核反击能力。尽管昨天导致日本误报，但随着朝鲜继续推动开发能够穿透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该导弹似乎是一种不太不稳定的测试模式的一部分。据说，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将使各国更难发现和应对朝鲜的导弹发射。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